年轻人，大晚上的不要到外面乱走，容易去错地方。是你来错地方了。本人曹彦兵，男，23，家住罗刹街，就是刚才你们看到的那条街了。罗刹街是临界成千上万条镇魂街中的一条，而我就是那儿的镇魂将。哦不，前任镇魂将。你问我为什么成了前任，而且有家不回，在人界送外卖？哈，全都是因为群英殿的一纸通缉令。怎么，曹彦兵还没抓住吗？大姐头，曹彦兵自在雨林街杀人毁街之后，一直没回罗刹街，行踪不定，神出鬼没，实在狡猾得很。又是这几句。几个月过去了，每次都只会说这些，你让首领怎么跟林玉交差？末将愿意领罚。罚你有什么用？我说你这10几岁的小娃娃，学大人说狠话之前，也不先掂量掂量你自己。我们可是群英殿的人，拍死我们，你敢吗？有什么不敢的？小林姐姐，什么炸毁雨林街、杀害镇魂将，十恶不赦，罪大恶极，你们调查清楚了吗？我看你们才是是非不分，颠倒黑白。你哥呢？被通缉了这么久，都没有人知道他在哪儿。我还以为啊，他就藏在这罗刹街呢。既然你哥不在，这条街就归我了。怎么样，小六，没伤着吧？我没事。快点，彦兵跟上。彦兵，这次你还是来晚了。老妈，老妈，老妈，老妈！听说罗刹界的唐笑笑葬身火海，是我看这罗刹界确实不小。带领了镇魂将的一个接一个死于非命。的镇守罗刹街，镇到最后就剩2个小孩了，太可怜了。你妈没死！你以为你还能骗我？啊？说，我老妈人在哪儿？领域，全是领域干的，就是他们把你妈抓走的，抓到了前期黑叉，给你个复仇的机会。回到西虎街以后，向群英殿的人告发我，就说曹彦兵在罗刹街。你果然回罗刹街了，胆子不小嘛！千机黑叉有你好受的。首领，一切顺利。曹彦兵听了王猛的话，已经自投罗网，被抓去了前机黑叉。很好，后续总算要开始了。这千机黑叉通体皆由临界最坚硬的恶兽铁豪的躯壳建造而成，是整个镇魂街最固若金汤之地，四周皆为熔岩，
气温极高。玄马说的没错，我的计划需要曹彦兵。程峰也说的没错，这千机黑叉固若金汤，有进无出。可是这曹彦兵，如果连千机黑叉这一关都过不了，我要他有何用？更何况，他也得亲自进入千机黑叉一趟，才能知道他的母亲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群英殿新犯送到，朕谕童子速来收押。看来这里就是千机黑叉了。太好了。打不开。不会吧？水！我要水！兄弟，兄弟，沈峰，都成干尸了，也没人管管，真是不把人当人看。恩人，你对我有恩，我虽然不知道你问我的问题，但我能告诉你一个我知道的秘密。秘密啊！我听这一厢以前的犯人说过，这里除了从1号牢房往后数的牢房之外，还存在着一个0号牢房。那些被秘密抓捕的特殊犯人，全都关在那儿。秘密抓捕啊！他来了！一定是我的元神力引起了他的注意。不要来找我！不要来找我！你说的他是谁？跑！快跑！别过来！别跑了，缩头乌龟！好玩吗？还可以。你会后悔的。千机黑叉，还没人这样跟我说话。那人到底是什么人？他呀，叫镇月童子。这千机黑叉这么大的地儿，全归他一个人管。就凭着他对元神力敏锐的嗅觉，还能守护元神。3天，就3天。当黑珠变为白珠的时候，就再也变不回来了。知道这0号牢房不简单，可这未免也太多了吧？我该从哪开始找呢？你不跟我一块儿吗？最顶层，你是要我去那儿吗？实不相瞒，我就是上一代的群英殿的参谋长4大高手之一的李古柏。你妈妈也是我们群英殿的成员。我妈当年是群英殿的成员，怎么可能呢？
虽然他跟我们一起都效力于群英殿，但我们是明线，负责战斗；他是暗线，负责暗杀等一切秘密的任务。他的身份隐蔽，只效力于首领黄甫龙斗一人。黄甫龙斗，那个通缉犯，老妈以前还是他的部下。先不管这些了，你能不能先告诉我老妈被关在哪儿？我先去救她，然后我们再一块逃出去。别费劲了，孩子。你妈妈她根本就不在这里。严严，开！妈妈，你在哪儿啊？妈妈，妈妈，老妈的尸体是假的。找到了以画面的那个地方，可是也逃不出这千机黑叉。这几百年来，就没有人打败过镇狱童子啊！不会的，凡事没有绝对。700年来没有人成功，不代表我不行。一定会有什么办法的，孩子，一定会有什么办法的，孩子，一定。曹彦兵，这一次。我要你阎王炮！明州长。难道封印破了？完了，我搞砸了。完了，我让始祖封印的魔气出来了。小家伙乖，去见你的师祖吧。我母亲她在哪儿？她在哪儿？在哪儿？
鼓楼是哪儿？无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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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心。夏莲，你可要想清楚，你的母亲现在就在芦花鼓楼里等你，让我帮你，怎么样？老妈，为什么收手？我们才刚要去踏平临风街，难道你心软了不成？想想颜灵玉，你拼上性命帮他干掉了狮火王，他却忌惮你，把你当成强盗一样提防，当傻子一样欺骗你。你以为是过命的兄弟，为了一个女人的三言两语，为了别人的地盘，毫不犹豫的就站在了你的对立面。难道他们就不该受到惩罚吗？想想吧，谁才是对你好的人？想想你的母亲。母亲，臭小子，你要变强。什么叫强？就是能承担得起被辜负，在愤怒和怨恨中守得住自己的本心，这才叫强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你心中的愤怒在迅速消退？你不打算找领路人了吗？你不救你的母亲了？别总拿我老妈说事，我听都听烦了。怎么找领路人是我的事，你的方法我不喜欢，退下吧。你敢这样对我说话？你可知我是谁？都大几千岁的老鬼了，还总拿当年说事，不嫌丢人吗？曹彦兵，搞清楚，你既自称是我的一部分，又让我知道了你的存在，那就得按我的规矩来。你之前不是说，一旦我心平气和，你便会消失吗？现在我平静得不得了，你可以滚了。你别自信得太早。不滚是吧？那叫声主人来听听。我会再回来的。这不是我做的。兄长，兄长，兄长，你醒醒！死了。是你干的。你们别误会，这不是我干的。我兄长明明死在你的脚下，不是你做的，是谁做的？我不知道，反正不是我。你也觉得是我杀了颜天月？你认为我现在还得杀这个女人是吗？我想相信你，但我更相信自己的眼睛。从我进门那一刻，就看到天月兄躺在你的脚下，而你手里拿着十殿阎罗。好逻辑！我拿着十殿阎罗，人就代表是我杀的。别再做无谓的抵抗了，顺从我吧。怒火靠压抑无法平息，忍耐也只会让你更加痛苦。但凡你的内心不是真正的平静，你越是压抑，越是忍耐，你所耗费的力量就越大，你就会失去对意志的掌控，让它被我主宰。没有人在意真相，也没有人在意真正的你。连你的同伴都认为你是魔鬼，要将你除掉，你还在忍耐什么？又在为谁而忍耐？放出你的怒火吧，让他们烧起来，烧起来，烧光你眼前的一切！这些年把你关在这儿，实属不得已之举。
本该早就给你一个痛快，可是却没有机会。现在机会来了，解脱吧。我在街上遇到了一个跟严天业模样很像的人，我便跟着他去了他的住处，本想跟他问问严凤扎的事，可我一进门他就开始攻击我，整个人狂躁的要命，双眼发蓝，出手那叫一个狠辣，拳脚生猛的那根本就不像是一个病人。你说他双眼发蓝？对啊。你记不记得我们刚到灵凤街那天，巫术机关掉入陷阱，颜若甫为了应战，当众喝下赤玉，而他的眼睛。他眼睛也是蓝色。没错，他的眼睛就是发出淡淡的蓝色。照这样看来，严将军的死就是跟赤玉有关。可是也不对呀，这么多人都喝下了赤玉，不也都没什么事吗？看来不是这个原因。可这件事情仔细想想，确实又透露着诡异。你不觉得这也太巧了吗？就偏偏我能在街上遇到严天月。就偏偏严天月墙角刚倒下，后脚严灵玉就领着你们进来，卡点送餐的没那么准的。你说的也有道理，可是不知道我们要从何查起啊？你不知道不要紧，严天月知道就行。死人往往最诚实。也是。你们杀了我爹，还敢动他的尸首，今天我要你们给他赔葬！等。严天月是你爹，你是严凤扎，你果然没死。你们才死了！孬种，你懂什么？我要是把你打坏了，谁给我领路啊？呸！还想让我给你们领路？哎，等，你们两个小声一点，别把守卫招来了。赤玉果然威力有点大，人都死了这么久还有痕迹。怎么会这样？灵儿，是飞莲。飞莲？飞莲又是什么东西啊？飞莲可是我。有人。这里已经出了灵凤街的地界了，不用再躲躲藏藏的。凤扎你好，刚才在灵堂的时候太仓促了，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吧。我叫夏灵，他叫曹彦斌。哎呀，我们之间可能有点小误会。人命关天，怎么可能是小误会？你们说的什么赤玉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，方才我在尸体上看到的，分明就是飞莲的力量。飞莲？飞莲又是什么？你连上古凶兽飞莲都不知道，你也太孤陋寡闻了吧？你们不去找灵堂里那个人的死因了？我们呢来这灵凤街就是为了找领路人，现在你这个领路人就在我们眼前，我还去查什么死因呢？或者说，是你自己想查？我出来一趟不容易，我得先找到飞莲。找飞莲啊？我们俩可以帮你啊。不需要，我能感应到他。哦，原来是靠感应。夏灵，这祭神人和守护元神之间的感应是不是有距离限制啊？那当然了，如果距离太远的话，很难感应到的，就像是大海捞针。哦，怎么样？要不要求助一下哥哥跟姐姐啊？你少占我便宜，说的你们好像有办法似的。这办法我的确是没有，思路倒是有一个。既然你一口咬定在死者体内探测到的是飞莲的力量，我呢又觉得死因跟赤玉有关，那这飞莲跟赤玉或许就有着某种关联。咱们找不到飞莲，但熟悉赤玉的人，我倒是知道一个。熟悉赤玉的人，谁呀？梅长老。你们去灵凤山，背对灵凤街的一侧，找到一幢临湖的小木屋，进到里面，就什么都知道了。你的意思是，飞莲就关在那儿？去吧，凭你对他的感知，很快就会找到的。灵峰街镇魂将严灵玉，特此迎接诸位将军。严将军不必多礼。曹彦兵人呢？他在献风谷。献风谷？你确定他一定会去那？嗯。大姐头，知道了地方，
那就走吧。是。怎么样，北战还挺得住吧？不要紧，我能感觉到，我们就要到了。也就是说，过了前面那个山谷，就能看到梅长老说的灵狐木屋了。我们走快一点。什么人搞偷袭？给老子出来！这支箭你难道不觉得眼熟吗？曹彦兵，你们是一个一个上，还是一起来啊？搞快点儿，我还有下半场。你还要这样纠结摇摆多久呢？睁开眼睛看看这个世界吧。你和我一样，都是因为太过强大而不被世间所容，被猜忌，被诬陷，被陷害。既然世间对我们如此不公，那你选择邪恶又怎么能算错呢？曹彦兵，别犹豫了，现在就选。是要跟我一起主宰这个世界，成为王者呢，还是做一个善人，任人鱼肉？你就是黄甫龙斗吧？亲眼所见，能帮你确认我的身份吗？你我素不相识，你为什么要帮我？难道就因为我们都是通缉犯？还是说，因为老妈曾经是你的部下？笑笑确实是我的老部下，不过我会帮你，与他无关，完全是因为你太过能干，能一次又一次的给我惊喜。惊喜？不对，你怎么会知道我的踪迹？你在跟踪我？这么说起来，之前在雷泉街，我们遭到李孤城的突然袭击，最终被不知名者所救。那次的也是你。你怎么了？实在走不动了，太冷了，腿都冻僵了。我也是，而且风雪太大，根本看不清路。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。许褚，主公，这火焰轮乃是我倾注了一身的力量所化，能够保持温度，在其燃尽之前，保证我们不被冻住。那你可有想过这样做的后果吗？倘若主公死了，楚空留元神力又有何用？就让楚为主公开路。沙林，曹彦兵，北龙大叔，月宫。你也喜欢下棋？这棋是你的？那你是鼓楼里的人，你有没有见过我姐姐？她叫严巧巧。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也不知道这是哪个王的地盘。夏令、曹彦兵他们到底在什么地方？典韦，典韦在！我风挡雪，为我开路！典韦领命！小孩儿，你挺有意思的，但你输了棋，就得变成石头。至于你姐姐，她已不再是个人类，已脱胎换骨，面目一新。是何人要找本尊？严巧巧，你骗人的时候最好也做做功课，不要对自己的演技太过自信。
说，夏琳她到底在哪儿？原来你不惜牺牲守护元神，也要陪我上演这场戏，就是为了那个小姑娘。你莫非是？我就是这片领地的主人，雪国的王。而你，很快就要冻成冰块，和他一样。夏玲。 10年不见，越王，别来无恙。是你，人类，报上你的名字。皇府龙斗，请赐教。怎么可能？寻常火焰，怎么可能？ 夏玲，将军们都回来吧。老鬼，怎么可能？我明明没有愤怒，我也没有动杀心，为什么能听到你说话？为什么你能控制我的身体？小子，你不妨猜猜看。混蛋！ 你到底是谁？你身上为什么会有魔尊的气息，甚至还有他的一部分力量？多嘴的女人！我问你，10年前进入芦花古楼被石化的那批人，现在在哪儿？被石化的人，你不是魔尊的人。少废话，快说！ 被石化的人，在越王的领地，越宫。越宫？越宫要怎么去？想去不难，但凭你自己办不到，因为能打开4国之间结界通路的，只有我们4王。那还不简单？你送我们去。你要是不想死的话。 就赶紧打开通路，送我们过去。那你们先把眼睛闭上。雪王虽输了，但他把他们送到了独帐花谷，那里九死一生，他们已经没有出路了。我说过。 我这次派来的不是一般人。既然这局我们未能分出胜负，何必把话说得这么早呢？要不我们从头开始，再来一句。北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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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醒醒，北洛！我老妈就是在这儿被人变成石头的。 那照这样说，曹彦兵的妈妈应该就在这些石像里。还有凤章，我们之前在雪国花谷封城里都没有见过他，他大概率应该是在这月宫里。如果越王对他下手的话，很有可能已经。只有打败越王，才可以解除石化。一会儿见到越王，我打头阵，能克制越王的封王之力正好在我体内。今天无论如何，我都要救出凤扎。你应该就是那个一口气闯3国的人类吧？10年前，你把我母亲变成了石像，现在又把我的同伴全部石化，新仇旧怨，我今天一定要跟你算清楚。 10年前，好啊，
你果然和他们是一伙的。区区一个凡人，竟然敢觊觎我蓬莱里的神力。今天第一个死的就是你。有什么冲着我来？我弟弟既然受了你的款待，我是个做姐姐的，必然全力回报。一介凡人，你连蜂王的1/10都不如。今天我就来教教你，什么是真正的恐惧。曹彦斌，曹彦斌，我这黑死光是死亡的诅咒，被他碰到的东西必死无疑。人类，今天你的死期到了。至于你，我早说了，你连蜂王的1/10都不如。乔乔，老鬼，又是你，小子，我要再不出现，你可真就被人干掉了。而我见了老熟人，咱们也得出声打个招呼，你说是吧？佘比师，小子，你不是好奇为什么进了这鼓楼，我便可以随心所欲地出现，再无顾忌？是因为我已经靠近了蓬莱，而那里头所谓的神之力量，正是我身死之后无法被化灭的心脏，是我复活的关键。所以你的真实目的是打开蓬莱，拿回自己的心脏，实现复活。没错，而这还得借助你。你听见老鬼说的了吧？你要是不想让他夺回力量，把这鼓楼掀翻，你就把我的所有同伴，还有10年前一起进入鼓楼那批人，通通复原，然后我就会拒绝老鬼，带他离开，再也不回来。狡猾的人类，你处心积虑把魔气带进鼓楼，眼看成功在即，竟说要走。你当本尊这么好骗？你爱信不信，但你还有别的选择吗？曹彦兵，你好没出息！一份超强的力量摆在你面前，你竟要放弃？别再挣扎了，你根本逃不出我的掌心。曹彦兵，我劝你想想清楚，眼下依从主人是你最好的选择，不然你就会落入黄甫龙斗的手里。黄甫龙斗？这跟他有什么关系？实话告诉你吧，从你最初见到王猛的那一刻起，就已经身处黄甫龙斗的计划之中了。因为只有借助你，他才能拿到他心心念念的蓬莱神力。借助我？你当他10年前为什么功亏一篑？并不是因为实力不济，而是因为蓬莱内还有一道镇锁神力的封印。想要打开封印，就需要收集4王的所魄。放到一个容器里进行融合，而你的5神躯再适合不过了。4王所魄进去，4国幻境可除。而你即将看到这个灵域最终的秘密。这个家伙看上去就让人讨厌，一点礼貌都没有。不过看他的穿着打扮，定是江湖中大家族出门历练的子弟，一定很有钱。客官，您要点什么？这种客官最是爱摆阔，是时候大赚一笔了。1碗阳春面，1碗老糟烧。啊？怎么了？您还要不要点点别的？小店的梅花肉、桃花酿都是招牌。梅花肉啊，来1份梅花肉，定然是不行的。哎，不如
你切一块在那阳春面当中吧。啊，1碗阳春面，1个老糟烧，6个铜板。啊，特官，您的面和老糟烧。哇，请慢用。哎，怎么了？你。 这几位客官，本店规矩，先收钱再上菜，所以各位到底是要几斤肉、几两酒，还是提前说好？你是谁啊？在下萧四虎，是这雪落山庄的老板。哼，我没钱。哦，但是你一定有钱。 实不相瞒，本店已经1个月没开张了，现在连工钱都开不出。哼，我不管，就算你没钱，你身上这件裘皮大衣怎么也值110两银子。胡说！五花马，千金裘。我这身袍子，乃是天启城玉绣坊定制的，光做便做了3个月，熨便熨了1个月，110两。 买我个袖子都不够。你，哼！我说你小子，到底听没听懂我说话？2两银子。什么2两银子？我说这桌子2两银子。你小子，老子今天是来打劫的，不是来打奸的。给我来上好的酒，上好的肉，再把值钱的东西交出来，要不然我杀了你的人，烧了你的店。打劫啊！ 那我就不能不管了。你是谁？雷无杰。雷无杰，正是。雷无杰是谁？不知道啊。雷无杰谁啊？没听过。江湖中有这号人吗？我初涉江湖，你们自然不知道我的名字。不过，没关系，很快我的名字便会明智。 什么无名之辈，给我上！风刀挂镜，江南霹雳堂，雷门，雷家，雷无杰。 给我剁了他！这可是我的无方拳法，当然，我还有更厉害的东西。少年梦逐乱如风，伤心间断年轮，好坏曾遇伤痕，闯荡才算人生。狂曾见棱角激昂青春，擦拭我岁月风刃，天涯凌云尽所。 怎样？现在可知道我是谁了？还不快滚！快走！
有道是大恩不言谢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这些都是应该的，不用太客气了。我还急着赶路，还望后会有期。大恩不言谢，拔刀相助。那当然，哎，要不是我，那帮大汉早就砸了你的店，搞不好你们连命都没了。这难道不是大恩？你看看我这店，跟被砸了有什么两样？这100两。我没钱。那再怎么说，我也算救了你们的命。你这样也太……我需要你来救。这功夫，100两。我真没钱。没钱？但我马上就会有钱的。我要去一个地方，到了那地方便会有钱。什么地方？雪月城。雪月城？嗯。雪月城被尊为江湖第1城，其实是几大世家门派组成的联盟。江南霹雳堂就是其中之一。要想拿回该拿回的东西，雪月城也是我必须要去的一个地方。如果这个少年真的是去雪月城，那么以他的身份，从雪月城中拿出100两银子，自然不在话下。而且这个家伙似乎并不像在骗人。毕竟他怎么看，除了武功高强以外，简直就是一个傻子。可以，你去雪月城，我得跟你一起去。啊，完全没问题。还有啊，利息就算你500两吧。啊，500两！哇，这雪也太大了，都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消的。还好我的马是千里挑一的神骏，不然咱们都得被这场雪给埋了。不，你这一路都在说你的马好，你是卖马的吗？少废话，进去生个火。装模作样。哦，呵，哎，刚刚有人生过火。哦，太好了，这下方便了。我还怕那柴火太湿，怎么都点不着呢。莫非只是2个寻常的赶路人？快点！刘无杰，哎，你说带我去雪月城，可这一路上你已经走错2次方向了。你确定这次路是对的？其实我也是第1次去雪月城，不过我发誓，这次一定是对的。他姓雷。莫非来自江南霹雳堂雷家？可是雷无杰这个名字，却从没听人说过。你属狗的吗？闻什么呢？你有没有闻到一股味道？什么味道？是花香，蔷薇之香。蔷薇？这个天气会有蔷薇啊？这是蔷薇露的味道。蔷薇露出大邑、占城、爪哇，并且只有天启城的百花阁才有的卖。这儿怎么会有？想不到在此荒郊之地，还能遇到能识风雅之人。我苦求百花阁主多日，他才卖给了我这1瓶，却一下就被你闻了出来。风高月冷，姑娘要进来坐坐吗？不必了。这是
越期笑送帖，明侯怒杀人。这就对了，这就对了。什么对了？他们二人就是越期和明侯，杀手榜上位列第9。除了霸占杀手榜上前8席的暗河组织之外，绝对是江湖上最厉害的杀人王组合了。那照你这么说，他们送了我们帖子，岂不就是要杀我们呀？你兴奋个什么劲儿？其实帖子是送给里面另一位朋友的，只不过我们的规矩就是接了帖子的都得死。所以今夜2位的命就都一同留在这儿吧。我接过你们的帖子，但我却没有死。敢问这位兄台？唐莲，所以我们这不又赶来杀你了吗？唐莲，你是唐莲，雪月城首席大弟子唐莲。哎，那这样说起来，你就是我的大师兄了。我雷无节，我是从江南霹雳堂雷家堡来的。我也是雪月城的，小心！明侯天生不爱说话，所以他最讨厌话多的人。好大一把刀啊！你受伤了，你中的百香散也没有完全解，不然刚才那一刀，下一刀你一定挡不住。这一刀我来挡。师兄为我挡了一刀，我也为师兄挡一刀。哦，小兄弟竟然也是雪月城的人，那杀了你也不算枉杀了。只是明侯的刀不轻一把，你先试试我的剑吧。数一剑，他们二人的兵器倒是绝配。数一剑、金锯刀，能一晚上见识到这2样兵器的人不多。小兄弟，你可看好了。素闻江南霹雳堂雷家火器天下第一，却没想到小兄弟的内力也如此惊人，竟能赤手握住我的数一剑。哼，你的剑我见过了，可我的拳你还没见过呢。是雷门的无方拳，拳未到气先到，这小子有一手。
月影剑、防影术，都是绝等的杀人之术。再绝等的杀人之术，没有杀掉该杀的人，也是没有用的。我输了，刚才那局是你胜了。小兄弟说笑了，我们杀手没有输赢，只有生死。想不到初入江湖就能遇到这样的对手，是我刘维杰的幸运。这是雷家宝的火灼之术，怪不得他的头发会发红。月姬，我们走。喂，你怎么说走就走啊？占尽上风，为何要离开？什么人的刀你都敢接，你有几条命够你这么玩的？你不是也会功夫吗？你怎么不去打呀？我什么时候说过我会武功了？不是，你在那客栈，你一挥手，门窗都齐刷刷的关上啊！傻子，这世上除了武功，还有一种技术叫激光，需要你来救。啊？这也行？这位大哥，你在后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？刚才有人偷偷溜进去了。我想那冥侯月姬也只是不想被人渔翁得利罢了。啊！哇！走吧。怎么了？咱们不是要找雪月城吗？如今雪月城大弟子就在眼前，不跟着他，跟着你下火。对呀。哎哎！上不得台面的家伙，只敢做些偷鸡摸狗之事。唐莲，你给我说清楚了，谁是上不得台面的家伙？报告大师兄。千洛，3师尊知道你来吗？你不会又是偷跑出来？谁说的？我就是出来游历江湖，恰好路经此地。这什么情况？看来还是偷跑出来的。我现在有任务脱不开身，只好传书给3师尊，让他把你领回去。唐雷，你敢？哎呦，大师兄！哼，不跟你玩了。刚才那位是司空千洛，姓司空，莫不是枪仙司空长风之女？正是我3师尊的女儿，雪月城的大小姐。哦，那还真是让人出乎意料。千洛这次是真的是有些过分了。你想做什么？听声音准没错，纯金的。纯金的？纯金的又如何？值大钱了。掐！掐！
素未谋面，你就这么相信我？我不是相信你，我只相信他。这一点我倒是认同你的判断，毕竟这家伙除了武功好，就没有脑子。骗人这种事，他确实干不出来。那你呢？我把我最好的2匹夜北马拿来给你拉货，你还不信我？师兄，别理他，他就是个马贩子。这一路上除了听他夸他马好以外，就没听过他说别的话。雷兄弟，你暂时没有拜入师门，师兄这2字，我想你可以不用叫得这么着急。哎，好的，师兄。长什么样子呢？让我看看。你不是在睡觉吗？吓死我了！看什么看？怎么，只许姑娘方才偷看我，就不让我看你了？这扬州来的姑娘，好生霸道。我看你呢，我看你是因为怕你是个病秧子。这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那姑娘方才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遍，我是否是一个病秧子短命鬼的长相呢？长得倒是挺俊俏。还行吧，五官还算端正，鼻子是鼻子，眼睛是眼睛的。说得好啊，确实是鼻子是鼻子，眼睛是眼睛。没想到成个亲这么麻烦。我也一贯讨厌那些繁文缛节，又是拜堂又是磕头的，留着我们2人在这里守着什么规矩，像个木偶一样。我爱娘子在我这儿，不必拘束。饿了吗？来一块。都快饿死了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要就着酒才好吃。哎，你这个病秧子，当心喝太急了。
怎么，瞧不起我们病秧子？那咱们来比试比试。你就是个病秧子，我会怕你？这酒也太辣了吧！一喝就不是什么好酒，没有我们扬州的酒清甜干爽。那好，那咱们就换一种喝法。这满柜子的书哪有好酒啊？你莫不是喝多了眼花？这书中自有颜如玉，书中自有黄金屋。这书中还有好酒不成？娘子，猜对了。哎，且慢，娘子刚才不是说要比试比试吗？比什么？咱们就比比，用这青梅放在这2只碗中，若是娘子猜中了，那便我喝；但若是娘子没能猜中，那便娘子喝。我啊，可是火眼金睛，你输定了。好。来吧。这个。确定在这儿？这个。确定？就是它。娘子，你输了，喝吧。那肯定是这个。若是没能猜中，便要再喝一杯了。喝就喝。哎呦，不好玩，不好玩。我在家玩的都是投壶之类的游戏，真刀真枪的。你这些莲子果子，有什么意思吗？娘子喜欢玩投壶啊，那还不简单？你这也没有剑，也没有壶，怎么玩投壶啊？没有这些东西，我给你变出来就是。娘子，请吧。还挺有办法。中了，中了，中了！娘子，若我2只并头都中了，按照这投壶的规矩，可算是我赢。你投吧，我才不信你会中并蒂莲呢。那就看好了。哎呀，娘子，你又输了。哎。
今天运气真好啊！哎，原来没功夫呀！公子，公子，公子，你没事吧，公子？公子，你别死啊！公子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快醒醒，公子，怎么办呢？他是个穷兵之人，我怎么能下这么重的手？你是在为我伤心吗？娘子，你别哭了。娘子，是我错了，惹得你生气了。我才不是什么，我可不是那种任人欺负的弱女子。嫁过来给你冲洗，已经够气人了。这都怪我这身子连累了你。不过，你跟我想的不一样。你真是需要冲洗续命的孱弱公子。如假包换，看你又喝酒又投壶的，真是古怪。这人世间的事，一两句话说不清楚。你反正已经嫁到戚府来，日后我再慢慢告诉你。不过你放心，我绝对不是冒牌的齐天磊。可是，我是冒牌的杜冰叶。倒是你，这扬州来的大家闺秀，怎会是如此做派？谁说大家闺秀就得摆着了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和习惯。就像你说的，这人世间的事儿，一句话两句话讲不清楚。我个性为何这样？日后跟你说。好，这样的性子倒也好。我也不喜欢那端着板着的大家闺秀做派。亥时二更，熄灯入梦。亥时二更，熄灯入梦。这时辰已晚了，你我就歇息吧。你自己先去睡吧。这洞房花烛夜，哪有一个人睡的道理？我刚来林州，水土不服，身子有些不适，所以还是各睡各的吧。定是他害怕与男子同床共枕。原来如此。这儿怎么只有一张床呢？这洞房内怎会放2张床榻？罢了。今晚我便睡在此处吧。那怎么行？要睡是我睡。哎，我一个堂堂7尺男孩，怎么能让一个女孩子睡这儿呢？我堂堂一个巾帼女英雄，怎么能让冰秧子睡榻上呢？不用再争了，我睡着。哼。
为一缕香追忆，一色流言30里，竟无人怜惜。倾尽出身风雨兮，燕归落汤兮。一叹不知你归期，而叹忆往昔。两情纵难饮哭泣，时怪相思已无药可治。难忘当时为爱的坚持。两情纵难饮哭泣，失败在一念之间消失。情恨至此都不舍一世，情恨至此都不舍一世。你不是睡觉吗？吓死我了！你就是个病秧子，我会怕你？你别吓死我了！吓死我了！我堂堂一个巾帼女英雄，怎么能让病秧子睡榻上呢？你想干嘛？不干嘛。昨晚睡得如何？还行吧，还做了梦呢，梦到了扬州的灯会。倒是你，昨天晚上委屈你了。哪有？我在那儿睡得也挺舒服的。不过，倒是你们扬州这规矩有些古怪，你怎么穿着鞋子睡觉啊？当然是为了防你们林州人。防着林州人？愿闻其详。主要是防你。防我？我有什么可防的？防止你在我熟睡的时候往我身上塞小娃娃，那可就麻烦了。你这话是听谁说的？没人跟我说过，我自己知道。杜小姐，你尽管放心，若是我齐天烈趁人之危，你想怎样罚我皆可。那我就废了你。你要废了我？这自古女子出嫁从夫，不应该是温婉顺从才是吗？呸！烦都烦死了，出嫁从夫，真是不公平。自古以来，男子犯了错，女子得忍气吞声；女子犯了错，不管是多小的错，男子就任意妄为。娘子高论颇有见地。既然如此，那倘若我齐天磊犯了错，娘子就写封休夫书，把我扫地出门，如何？好啊，要是你犯了错，我就拿个大扫把把你扫地出门。好。我还有一件事要问你，你是扬州本地人？当然了。那你会讲扬州话吗？扬州妹，品球浓，耍棍耍枪好把式，吃到小云霄，3文钱一亩。她一个大家闺秀，怎会知晓市井天桥的小吃价钱？快点，小姐她们已经要起床了。
是干嘛？手没事吧？没事，师傅给的灵丹妙药已经止住了。少爷，请吧。请。小许姐，快来一下，我自己会洗。窗台上有血迹，真的？我看看。快去告诉老太君，这样她可放心了。是。少爷、少奶奶，请你们俩用完早膳之后，去向老太君请安。好，知道了。这部经书博大精深，你要日夜诵读，牢记于心。稳字经。师兄，你的字儿一直就这么丑。长寿师兄的字，真是别开生面。我是来摸鱼的。我现在觉得浑身虚弱，头昏脑胀。你就是饿了。前方满日出，唯有毁灭，方可重生。你这个孽徒！谁叫我？师傅。月然。哎，师傅。实不相瞒，我是一名艺术家。三折里怎么折都能关。教授，小艾同学，再打开界面。哥会走掉，但哥。这样，哎呀，再这样，哎呀，再这样，哎呀，就能把它给吃掉啦。不好意思，穿一下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我们直接再来一条吧，直接再来一条。看 ，OK。化身为龙。看，好，谢谢，杀青快乐！